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如果你最近路过滨海湾或者张掖一带，发现吊车比以前多了1倍，那你的直觉是对的。2026年初，新加坡建筑业正式宣告告别了长达10年的沉寂，迎来了一个总产值超过1000亿新元的超级增长期。根据建筑局的最新预测，单单是2026年这一年，全岛的建筑需求就将达到500亿新元左右，比往年整整高出了一个量级。这不仅仅是数字的跳跃，更是新加坡国力的2次爆发。我们要建的不再只是普通的房屋，而是一系列关乎国家未来20年竞争力的超级工程。这1000亿其实是新加坡在为下一个50年的繁荣扎根。那么这笔足以改变国土面貌的巨款，到底都砸在了哪些让我们肾上腺素飙升的项目上呢？接着往下看，我们一起揭晓。提到基建大爆发，首先要看的就是那3个生存级的巨无霸。第一个就是樟宜机场 T5， 它现在已经从图纸进入了全面动工阶段。这不只是一个搭客大厦，而是一个拥有黑科技地下网络的机场城市。紧接着就是那个号称要成为全球最大全自动化码头的大士港口，它的填海工程已经接近尾声。最后是关系到每一个东海岸人身家安全的长岛计划。这18公里的岛链不仅是防洪屏障，更是为了在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下，为我们守住未来的土地。这些工程一旦落成，新加坡作为全球航空、航运和气候适应先驱的地位将无可撼动。除了这些国家战略工程在我们的家门口，那个地标性的天际线也要变样了。大家最期待的滨海湾金沙扩建，也就是 IR2 项目，已经正式动工了。那座耗资约100亿新元的第4塔楼，将带着570个超豪华套房和 1.5 万人座的顶级演出场馆，屹立在现在的3座塔楼旁。这不仅仅是多了一个打卡点，更是新加坡向全球高端旅游市场发出的最强信号。我们要打造的是亚洲现场娱乐和奢华体验的最高峰。你可以想象，未来全球顶尖的巨星演唱会、最豪华的国际峰会都将聚焦在这里。这种面子工程带来的是实打实的就业机会和源源不断的国际游客，也是维持新加坡作为亚洲之都活力的重要动力。当然，这一轮建设热潮和10年前完全不同，这一次我们要靠的是智力，而不是体力。很多人担心这么多工程同时开工，哪来那么多劳动力？这就是新加坡最聪明的地方。这一波1000亿的基建热潮，其实是建筑业科技转型的一场硬仗。你会在工地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墙面喷漆机器人、自动搬运机器人，甚至大部分的组屋和设施都是在工厂里预制好模块，再运到现场像搭积木一样拼起来的。这就是所谓的 DFMA 预制技术。政府正投入数亿新元的津贴，推动建筑业走向脱碳和数字化。未来的建筑工地会更安静、更安全，也更环保。这种从劳动力密集到科技驱动的转型，才是新加坡建筑业真正迈入黄金期的底气。从短期来看，这对我们的生活意味着不便，但从长远看，这却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分红的长期投资。这1000亿的投资热潮预计将持续到2040年，像这可是一场跨越15年的长跑。对于普通国人来说，它意味着更便捷的交通网、更具活力的商业区，以及数以万计涉及 AI、自动化和精密工程的高薪职位。新加坡从来不只是在造房子，我们是在用这一砖一石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未来。这种大规模的基建爆发本质上是国家信心的体现。虽然建设期间会有交通改道，会有德士附加费的上涨，但当这些超级工程落地时，每一个新加坡人都会是这场巨变的直接受益者。那么在樟宜 T5 长岛计划和大士港口这些超级工程里，你最期待哪一个？你觉得大规模基建会让你对新加坡的未来更有信心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
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